为什么说在古代不要乱结交朋友？因为当他被皇帝诛杀十族的时候，而你刚好在列，就算路过他门前的一条狗，都能被锦衣卫砍上一刀。直到临死前，你才想到，平时和他八竿子都打不着，如今却因他一时的倔强，成为一起陪葬的亡魂。今天我们要体验的是诛杀十族。你是一个小村庄上的教书先生，默默无闻，朴素的生活着。你从未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也没遇见过什么让你命运彻底改变的大事。你的世界很小，小到路边经过的一条黑狗都知道是谁家的。你日复一日的给学生们讲解文章，平时也没什么要好的朋友，交谈最多的也就是当年在杭州求学时你认识的那些读书人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彼此那简单的联系也早就断了。你本以为自己平凡的人生会这样继续下去，可你万万没想到，朱棣进京围剿朱允炆会和你扯上关系，甚至还会要了你的小命，只因你和那个犟嘴的方孝孺在一起上过学。那天你正在屋里整理着春秋，桌上放着妻子为你新做的茶，窗外是凛冽的寒风，一切都还是那么如常。可这时门外有些异响，一队锦衣卫突然闯入了你的书房。他们没有多言，只是冷冷地问道：你与方孝孺可有过交情？方孝孺，你心头一震，这个名字一如往昔浮现。你与他曾在书院中一同探讨过一些学问，他的才华卓越，天赋异禀，但你与他并未有过太多深交，更多的是偶尔的碰面和言语。你点了点头，是的，曾在杭州同窗求学。锦衣卫的头目有严肃的质问：你与他有过亲密交情吗？你有些愣住，心跳加快，但还是摇了摇头，不算亲密，久未往来，早已断了联系。他们没有再说话，只是示意你跟他们走。你想问为什么要把你带走？你只是个普通的乡村先生，没有干过任何坏事，更不可能与谁结党营私。你还没反应过来，冰冷的铁链就扣住了你的手腕。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你大喊。为首的锦衣卫不耐烦地回头看了你一眼。你自己想不明白，你是方孝孺的第10族，我只是跟他读过书。读书？他冷笑一声，他那句死树不恨把皇上的脸踩到了地上。你们这些与他有学缘、有书信、有往来的人，一个也逃不了。你被拖走的那一刻，看到你妻子扑上来，却被一脚踹倒在雪地中。你想挣扎，但束手无策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哭喊着呼救，直到被风雪吞没。你被押往京城的路上，一路上马蹄翻雪，劳车摇晃。你听到沿途官驿传出越来越多的哭声，湖广方氏一族灭了，全村100余口皆斩。绍兴的书生被指是方孝孺门生，也一并腰斩。就连他表姐嫁到岭南，夫家全家被一锅端了。方孝孺曾送过书信的驿站老头被活活打死，连带3个孙子。你听得头皮发麻，才终于明白，这所谓10族并非真有血缘的10族，而是一个无限扩大、任意解释的杀戮许可。传言说，有一户与方孝孺家仅有婚约尚未成亲的远房亲戚，女方还未过门，全家也被处斩。还有一位曾在路边替方孝孺提过笔墨的小童，被认作门客之一，亦不放过。最荒唐的是，你押解路过应天府时，看见一个牢车旁躺着一条流着血的黑狗。探问之下，有人小声说，那是方家老宅前养的狗，锦衣卫杀人杀惯了，一刀砍了，还笑说狗也是他的一族。这不是杀人，是一场有预谋的灭绝，是朱棣对天下文人的一次警示性清洗。他们不是要惩罚方孝孺，而是要让天下不敢再有第2个敢说不的人。你被关入诏狱后，身边一同关着的是你从未听过名字的乡绅、塾师、书生，他们的共同点只是认识方孝孺。一位老人颤抖着对你说，老夫从未与他有书信来往，只是10年前宴席上一见，认错人了。你开始后悔那年在杭州求学时的每一次抬头，也许就是那一次点头寒暄，
今日成为了你全家的坟墓。你写信请求复审，跪求明察，没人理你。你听见墙角的狱卒窃窃私语，朱黄不是真想杀他们，他只是想杀恐惧。但既然动手了，就不能留活口。你明白自己不会活了，临行前你被允许写下一封告别信。你本想写家中老母，想劝她好好活着，可笔在手中却不自觉地写下：学不精，道不明，友不亲，命却亲，恨也难言。你最后一次看见天光，是刑场的大雪，风卷起你的袍角，旁边堆满无名尸首。刽子手问你有何遗言？你望着皇城的方向，喉咙干涩，直道：朱黄此举，恐百年无人再敢读书。刀落，血溅雪白。多年后，有人路过你曾讲学的村塾，屋破草枯，碑塌纸碎，只在墙上找到一句话：尚未风化，朋友不亲，地怒却深。这就是你的结局，也是方孝孺十族诛杀的最后一页。